何鱼确诊胃癌晚期，癌细胞已经全面扩散，以目前的医疗水平，最多还有3个月时间。医生，你搞错了吧？我才22岁，刚毕业2年，怎么会是晚期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，不要留有遗憾。小伙子，看看，这个怎么卖？8万。哎，年轻人，你就不会讲价吗？800，成交。操！你看这玻璃，它其实能投影，能往里面投那什么立体影像，好像投影还能交互呢。现在的科技已经强悍到花800块就能买到这么厉害的东西了吗？血居然不是绿色的，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真实了？这是什么？好恐怖的手段！在下青雷宗弟子洛青衣，感谢前辈出手相助。前辈究竟是元婴大能、化神强者，还是更厉害的存在？前辈，您好，您的外卖请查收，记得好评亲。感谢前辈出手相助，请前辈收回法宝，免遭外人夺去。法宝？这投影互像效果也太逆天了，还带自动剧情的。别说，虽然人小，但是真好看。好饿啊！做的这么真干什么？明明就是虚拟投影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忍心了。这是什么妖兽的鳌足？如此巨大，我站在它面前，竟如同蚂蚁一般。这还只是鳌足，若是妖兽活着，难道是化神大妖？吃吧。多谢前辈。怎么吃？这800块花的值啊！瞧那小人那要哭出来的表情，像是真的受了什么委屈一般，逼真，太逼真了。退后。至少也要看清楚那前辈长什么样子吧。吃吧。前辈的手段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，我何德何能被这样的大能所救？多谢前辈。怎么会这么美味？说实话，这虾钳是真硬，还好之前被加工过，不然我还真捏不开。等等，
这钳子里面的虾肉是不是少了一点？一个投影，怎么会让食物消失？该不会……不对不对，再怎么说也太离谱了，也没有菌子啊。难道是我癌细胞转移到大脑，产生幻觉了？小心！黄沙虫！该死，这些虫子平日都在沉睡，怎么忽然苏醒了？金丹妖兽，我吃了前辈的熬族，竟也成了他的目标。我的力量在不断提升，熬煮肉在快速被吸收。前辈早料到如此，用烹饪化解了妖兽肉的狂躁能量。要撑不住了。那个小人可能是真的，可他和那虫子缠在一起，贸然动手会伤到他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闪开！前辈的力量竟能改天换日，太恐怖了！虽然很疼，但也不至于劈出熔岩大坑吧？你还好吗？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晚辈实在无以为报。若是前辈有求，晚辈必应。真的什么都可以吗？什么都可以。前辈3次救我性命。你还有飞剑吗？飞剑已经毁了，不过我还有一把师傅给我练习用的飞剑，前辈需要吗？给我吧。前辈，这是师傅炼制的练习用飞剑，刻有御剑阵法，镶嵌了灵石，普通人也能用来练习御剑之法。这么小，用手根本拿不出来，该怎么办？难道我哪里做错了，惹前辈不快了？前辈好像很不愿意露面的样子。真的，箱子里面的世界是真的。真是没用，用电脑分析这种事，确实异想天开。可正常人谁会真买到一个修真剑啊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不管了，先养着吧，就当是养宠物了。别人养鱼养乌龟，我倒好，养了一个世界。在想什么呢？前辈，我能不能将这东西带走？我的同门被半妖围困快1年了，他们快要撑不住了。你详细说一下。我们青雷宗是被从中土赶到北荒的修士建立的，大荒地灵气稀薄，却远离争斗，宗门本在慢慢发展，直到1年前，半妖族群突然大举进攻，实力暴涨，我们差点覆灭。我们青雷宗众弟子全力抵挡半妖族群，可实力相差太多。不过幸得周边宗门相助，才守住山门。周边宗门修士赶来支援，击退半妖主力，却被半妖围困，断了所有资源。现在青雷宗弟子们面黄肌瘦，灵力流失。我是被派出来求援的，就算求援不成，也要带些物资回去，不然整个宗门都会被困死。带走吧，不够的话，我这里还有。够了够了，这妖兽熬煮肉灵气充足，还能强化体魄，堪比灵丹。靠着这灵肉，足够我们打退那些半妖了。前辈，我已经欠您太多，不敢再贪心。他要是知道这所谓的灵肉外卖价只要388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这是师傅从中途带来的大空间储物袋，就算在中途，也是极为稀少的宝贝。这就是修真手段啊，果然神奇。装满了吗？已经满了，前辈。还想拿出来玩玩呢，居然只能装一个龙虾钳子，这储物袋也太没用了。前辈，敢问前辈尊号？
何鱼？何鱼，我本以为会是噬魔天尊、天玄剑尊那样的尊后，没想到竟是如此普通的真名，和前辈这么厉害的手段比起来，实在太割裂了。直呼真名太过不敬，还是继续称前辈稳妥。你们青雷宗平时都练些什么功法？北荒除了半妖，还有别的妖兽吗？我们主修青雷诀，靠引动天地间的微弱雷力修炼。北荒还有杀蝎封印，不过都不如荒沙亭凶悍。前辈竟如此平易近人，毫无大能傲气，这便是传说中的返璞归真吧。我睡了，你也早点睡。前辈居然也要睡觉，金丹期修士便无需睡眠了。果然是返璞归真到了极致。前辈夜安。也不怕着凉，修士会着凉吗？我早说了，大皇帝资源本就稀少，非要和人类死磕。大家都是穷鬼，抢了青雷宗，难道能富起来？就是再耗下去，人类撑不撑得住不知道，我们半妖肯定要元气大伤。青元山底下有条雷灵脉，就算再贫瘠，抢过来也是我们的。那废灵脉有什么用？连下品灵石都产不出。妖主，你倒是说句话，为什么突然要对青雷宗开战？我也不想啊。什么人？好强的威压！是元婴老怪，这种荒凉之地怎么会有元婴大能？妖主为何迟迟不攻青雷宗？大人，青雷宗的护宗大阵太过厉害，我们根本破不开。只能先围困着，断绝他们的物资。我看你们是根本不想攻。大人息怒，并非我们不愿，实在是形势所迫啊。我们猛攻青雷宗的举动，引起了大荒地所有人类修士的忌惮，他们担心唇亡齿寒，已经联合起来驻守青雷宗了。青雷宗是大荒地第一人类大宗，他若倒了，那些小宗门也活不成。联合起来的力量，我们根本不敢小觑。一群乌合之众罢了。不过也无所谓，太上长老那边的事情基本稳定，现在总算能腾出手来收拾这些不听话的家伙。到底造了什么孽？你们人类的内斗，非要拉上我们半妖垫背。不过你们也算有点用，至少困住了青雷宗，没让一个人跑出来。其实跑了一个女弟子，不过大人放心，我已经派了最精锐的妖狼小队去追杀她，定能将她抓回来。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是的。妖主，去追杀那人类女子的同族全死了。什么？他跑了？没有，那个女人又跑回来了。大人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他。不必，让他回去，正好连带着白灵一同带走。大人，可是青雷宗拼尽一切破开包围，就是为了让他出去求援，万一引来强大的修士，强大的力量。这世上有什么力量能和道玄宗相比？道玄宗，中土第一宗门，正道盟之首。这位大人竟然是道玄宗的人，剿灭整个大荒野的人类修士，就为了毒死那个小丫头。青雷宗这种小宗门，怎么会惹上道玄宗？一个连筑基都不是的女孩，值得元婴大能亲自追杀。这就是昨天那根比头发还细的小木剑，从箱子里拿出来，居然变大了。箱子里的东西能拿到现实里用。我好像不用死了。如果能把修真界的丹药取出来，一定能治好我的病。这是练习用的御剑飞剑，普通人也能用。灵石会自动供元气运转阵法。活了，这下真的活了。能活着，谁想死啊？好温暖的房子，可惜储物袋满了，带不走。你要是喜欢，我这里还有。前辈，我准备回宗门了，您要来看看吗？我还有事，再说吧。是，青衣明白了。那青衣就此告辞，青雷宗永远欢迎前辈前来。这个修真世界，
是和洛青衣强行绑定的。现在没时间研究盒子了，我必须去查清楚当初把玻璃箱卖给我的那个老头到底是什么来头。叔，昨天在这摆摊的那个老头呢？小伙子，被那老头给骗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那老头儿子是个盗墓贼，儿子负责挖坟，他负责摆摊卖货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他儿子挖坟时死在里面了，老头也跟着疯了，把地下挖出来的东西光明正大拿出来卖，还都是真物件。昨天就被警方带走了，在这儿买过古董的全被带回去审问了。挖出来的？也就你小子运气好，买了个玻璃箱，那东西是现代产物，根本不算古董，所以你那800块是要不回来了。那老头昨晚刚进局子就心梗没了，现在差不多该火化了。玻璃箱是从地下挖出来的，接触过的人都没了。表哥李渊，当初就是他给我介绍的工作。喂，听说你辞职了，还威胁了那个唐皮子。对，唐八皮一直拖我工资。看来唐皮子没说我得绝症的事儿。也是，他那胆小样，怕我真报复他。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你来万径山上，我这儿有个临时工，你先来干着，咱们也找个时间好好谈谈。行。那家伙穿着雨衣，拿根棍子，比我们爬的还快。在你右边，在你右边。我去，赤裸裸的嘲讽！那家伙真的是人吗？从山底到半山腰，他就没歇过，速度还越来越快。不行了，实在走不动了。是啊，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啊？这就是灵气，回头一定要找洛青衣要套修炼功法，不求无敌天下，至少能活下去，不再早死。如果能活着，谁想去死呢？佛祖保佑，阿弥陀佛。对着三清念佛祖，这也太混搭了。何宇，何宇，表哥以前工程建筑业不景气，在家被念叨1年，一气之下要出家，家里好说歹说，才从和尚改成道士。你看我的道士证，上个月刚下来，国家认证。这年头道士都有资格证了，听说道士收入挺高，你这也算上岸了吧？一路顺风。来，我的梦想，御剑飞天，哪个男生没有一个御剑飞天的梦想呢？飞，能飞就行，只是不熟，跟学自行车一样。成了，我真飞起来了！不对，少点东西。对味儿了，这下对味儿了。要是再有个酒葫芦，就完美了。这辈子从没这么痛快过，试试极限。啊！御剑飞仙，谁录下来了？我录到了，快快看！这里可真冷啊！宝宝，你在看什么？妈妈，外面有人在飞，是超人吗？那是你看错了，说不定是鸟儿。御剑是御剑飞天，那人脚下踩着一把剑。这么拿在手上太不方便了，回头得找洛青衣要个储物袋才行。总算回来了，不负同门所托，不负师父期望。青衣，小师妹，太好了，青衣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宗主说，宗门护山大阵今天就撑不住了，山上的灵草灵石全耗光了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们所有人都要被半妖困死在这里了。洛小姐，你可是带回来了救援物资，有没有找到愿意出手相助的大能？还好洛小姐回来的及时，再晚一步，我们恐怕真的撑不住了。白宗主，师父。你回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。洛青衣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什么球员，什么物资，都是我骗那些宗主的借口。
我用尽最后一丝灵力将你送出去，就是不想让你回来送死啊！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意？师父，我不能放着你们不管。您想让我活着，难道我就不想让您、让各位同门活着吗？你怎么就这么傻呀？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将你送走了。这下好了，我们师徒俩真的要一起死在这里了。师父，我带回来了资源，而且我可能还请来了援助。和前辈到底会不会出手相助，我到现在都不明白，前辈为什么要一次次救我？资源？什么资源都没用的，那就拿出来看看吧。就算没有多少资源，也先稳住大家的心神。我再想办法，一定要让青衣活下去。师父，这里太小了，放不下。好，我们去外面。诸位宗主同门，麻烦大家让一让，再退后一点。对，差不多了。洛师姐，这是要拿什么东西？还有这么大的地方？是啊，就算带回来资源，也用不了这么大的空地吧？这是什么妖兽的鳌族？也太大了吧！若是本体活着，那威力简直不敢想象。各位宗主，这鳌族肉灵气充沛，能量温和，不用炼丹也能直接吸收，还能强化肉体。这恐怖的东西，青衣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该不会是闯了化神大能的巢穴吧？洛小姐，这该不会是祸海的妖兽吧？那是连中土大能都不敢轻易踏入的海域。我不知道，原来前辈是从祸海来的大能。青衣，告诉师父，这一路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击中，随后便失去。这等手段简直骇人听闻！天降木桩钉死妖狼，这是木灵根的顶尖大佬啊！雷霆灭杀虫，这大佬还兼修雷法。遮天大手捏开鳌指，这是真正的只手遮天啊！师姐，你是遇到超级厉害的前辈了，对不对？天下没有白掉的好处，这个人一定在图谋什么。他有没有提过什么需求？前辈要了我那把练习用的木剑，里面难道藏着什么深意？洛小姐，可否请那位前辈现身一叙？有他出手，我们定能击退半妖。别把希望全压在一个没见过的人身上，他未必有你们想的那么强。狼妖杀虫顶多金丹水准，这鳌主也可能只是妖兽死尸残骸。必须往最坏的方向打算，才能守住宗门。青衣只是炼气小修士，他说的雷霆万钧、只手遮天，说不定是见识太少夸大了。不是的，前辈真的很强。凭什么质疑我？连龙虾钳子都搞不定，还敢小看我？真想当场给他们露一手只手遮天。唉，不过白灵身处危机，谨慎点也没错。我真的没有。青衣，你现在需要什么？师父，遮天前辈问我们需要什么。糟了，我随口给前辈安了遮天这个称号，前辈不会生气吧？修真界从没有白得的好处，得到越强的助力，代价就越大。可刚才我斩鳌族，连上品法器寒灵剑都内部崩碎，普通资源根本撑不住大阵。请遮天前辈赐我雷灵石，以供护宗大阵运转。这是从中土带来的五雷灭威阵，只要有雷霆灵脉支撑，就算被半妖围困，我们靠熬煮肉也能撑几十年、上百年，耗死他们。我上哪儿找这东西？完了，牛皮吹炸了！雷灵石是什么？前辈，雷灵石、雷灵脉、雷浆、天雷，只要是含雷霆之力的都可以。啥跟啥啊？我屋里连根电线都没有。等等，我丢进箱子的东西会在里面变成天材地宝。电也算雷吧，试试。前辈是不是嫌要求太高了？是我急糊涂了，雷霆灵物本就稀少。前辈说这是电池，雷电之池。白宗主当年就是凭一手强横雷法创立青雷宗，只是大荒地灵气太薄，雷法难以施展。师父，白宗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雷池？什么雷池？不会吧？黄沙宗主，你想死吗？这里面的雷霆根本没有强弱之分，你会被烧成炭。随手出手就这么恐怖吗？难怪敢以遮天自称。还好放下去的是纽扣电池，要不然就把洛青衣的师傅给电没了。好怪啊，
这算新能源阵法。这可是可以和雷池媲美的电池啊！前辈将这种宝物赐给我们，不知该如何报答前辈。诸位都过来，如今电池内的雷霆之力已被阵法吸收，尚有部分雷霆泄露，大家可在此淬炼肉体，虽效果不及真正雷池，却也能提升修为。青衣，你也过来，这对你益处极大。是，师父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圆滚滚的，还发光！青雷宗的护宗阵好像变强了，是不是那圆盘搞的鬼？前几天还快撑不住了，怎么突然就爆发这么强的气势？前辈，那人类小丫头好像真的求来了强大圆柱，就是那圆盘。哼，雕虫小技，白灵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还是只会玩这些掩人耳目的小聪明。那圆盘毫无灵气波动，根本不是什么法宝。不过是他用尽最后力量做的局，想掩盖宗门虚弱的真相罢了。可是长老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还望您三思啊！不需要你们出多少力，届时那所谓的援助之人交给我处理，我会让你们这些大荒地的低劣贱种见识一下什么叫仙人手段。你这元婴大佬当然有本事傲，但是我们这些半妖难道就活该沦为你人类的炮灰吗？天雷淬体，结合妖兽灵肉，我的肉体现在又得到了淬炼，我这是成体修了。多谢前辈。青衣，还是不行吗？师父，没什么的，就这样也很好。炼气14层。自古炼气就只有10层，但是青衣却已经有了14层，丝毫没有突破的迹象。本想借着那电池的雷霆来促使洛青衣突破，但是没想到还是不行。看来青衣的体质……青衣，你一直很好奇你的身世吧？半妖里面，我感知到了一个熟悉的气息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是来追杀我们的。确切的说，是你。这次若是能平安度过，我也该将一切告诉你的。那是人类，他怎么在半妖里面？这好像是要打起来了，要不要帮他们？还是太小了，自己要是一出手，搞不好连带着青元山都给拍没了。七长老，好久不见了。呵呵，你还认得我啊？白灵，你好手段，居然瞒着我们20年，难怪你当初要带着洛青衣离开宗门。看在同门一场的份上，将洛青衣交出来。我给你个痛快，否则……七长老，道玄宗也要走这一条路吗？去！不行，差距太大了。看来你是真的要死护洛青衣了。也罢，看在你还是圣女的徒弟，老夫给你个痛快。走，呵呵，让你多活了20年，还想走？洛小姐，赶快让遮天前辈来救命啊！再不叫就来不及了。前辈已经帮我太多，而且眼前的人太过强大，万一前辈不敌，死在这里怎么办？遮天，好大的口气！我在中土都不曾听到有人敢称遮天。哼哼，这小小的大荒地，居然有人敢用这等名号，真是可笑。这玩意儿应该能有用吧？灵儿，不要犟了，给宗主认个错，把洛青衣和玄血交出来。宗主向你保证，他的人立马来救你。洛青衣在他这里，要比在太上长老那里好。师姐，你以为我为什么跑出来？唉，何苦呢？他真的这么说的？是。该死的，洛青衣是我孙女，我孙女，我女儿生的，难道我见孙女还要看她白灵眼色？即便我从未正眼看过她，即便我逼死了自己的女儿，她的师父，可我们之间
终究有着血缘关系。宗主，四长老田蚕已到大荒多时，他一直暗中观察，届时会在七长老之前抢走洛青衣。至于玄血，反倒是没那么重要了。至少不能让洛青衣落在柳阳手上。天生道骨，那是我稳住道玄宗的唯一机会。我虽名义上是宗主，实则半数势力已被柳阳掌控，这道骨绝不能放走。只是可怜的孩子剥离道骨的痛，无人能忍。宗主，四长老之前传信说在大荒地见到雷霆落下，威力不凡，会不会是大荒地的大修出手了？那个贫瘠的地方能孕育出什么大修？让四长老放开手脚，若是大荒地的修士敢阻挠，一并杀了。哼，这老东西真是谨慎，不会真的是祸海大修吧？这鳌族如此巨大，那妖兽本体定然恐怖之极。难不成洛青衣身后真的有大能撑妖？想诈我？修真界向来实力为尊，你们这些大荒地的修士也就这点能耐了。看，那是什么？骗小孩的把戏也敢用来骗我？大荒地的修士着实可笑。那是什么雷？朱紫雷、惊雷、天菊雷，都不是，难不成是劫雷？还好我没有贸然出手，否则下场恐怕和他一样。洛小姐，这是什么雷啊？世间雷法皆是转瞬即逝，这般持续不断的，闻所未闻。前辈说是直流电，我还以为前辈不会出手，没想到又是我误会了前辈。往后我定要好好报答前辈的恩情。那纽扣电池还能外放电，这模样怎么看都像一座防御塔啊！够了！我本以为这雷霆不过转瞬即逝，早已做好硬抗反击的准备，可这圆盘里的雷霆居然无穷无尽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必死无疑！小心！该死的东西，浪费我宝贝！退！都离开这里！赶快离开！该死的人类！终于除掉这个碍事的东西了！师父，七长老走火入魔了。现在轮到你们了！青衣告诉遮天前辈，若是他愿意出手相救，我愿意将玄血献上。什么东西？这威力居然这么大，还好我耐着性子，等到那七长老飞到高空，和洛青衣他们隔得远远的才动手，不然肯定会伤到洛青衣他们。看来以后得找些威力更小、更精准的东西才行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前辈，我没事。青衣，玄血，快把玄血献给前辈。前辈，我师父有宝物要献给您，名为玄血。再说吧，你们先收拾残局。修真界的什么玄血宝物，我一窍不通啊！前辈说让我们先收拾残局，还是先把山下那群妖族捉拿起来吧。白宗主，这场战争是我发起的，与我的族人们无关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这些孩儿都是受了我的指使，他们从头到尾也没有真正害死过你们人类，能不能放过他们？我会叫他们北上极寒冻土，永生永世，不再踏回这里一步。白宗主，你来定夺吧。我没有权利处置你们，这件事让前辈做决定吧。前辈，您说的是遮天前辈吗？说实话，我对这些半妖也没什么恶感，他们也不是自愿发起战争，说到底也是被七长老逼迫的受者，好处没捞到，还死了大半族人，确实可怜。养着吧。洛小姐，怎么了？前辈到底怎么说的？前辈说他要养你们。啊？什么叫养我们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像是凡人养狗那般。哎，你是狗妖吧？你应该知道的。养狗？前辈说这是给你们的食物，要是不够的话，他还有。这是给我们的？对，你们可以吃了，不要争抢。我们在大荒地穷了一辈子，别说吃，就连见都没见过这么有精准妖兽肉。吃下它，我们的实力一定能大幅提升。
哎呀呀，洛仙子，你真聪明。其实我黑烈从小就是犬妖，只不过大家都看错了，把我认成狼了。多谢前辈，让我找回了自我。汪汪汪！谁说当狗不好了？当狗可太棒了。洛小姐，其实我也能当狗。你们什么眼光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心里都有这想法。前辈说让你滚，放松一下气氛嘛。你们说这是什么妖兽的肉？竟然这么大，灵气这么足，有点像鸡腿啊。谁家鸡腿这么大？分明是上古异种，说不定有凤之血脉。遮天前辈能斩杀凤凰，就算上古真龙复活，前辈也能斩了。没想到一只普通的鸡，到了玄元界竟成了凤凰。遮天前辈究竟多恐怖，竟能斩杀这般妖兽，还让半妖当肉吃。天蚕，情况如何？七长老呢？洛青衣拿到了吗？情况复杂，七长老死了。什么？你突破了，能斩杀七长老？宗主，放弃洛青衣吧，别再来大荒野，这里有大恐怖。什么叫大恐怖？宗主，容在下脱离道玄宗，就这样吧。苍穹老前辈，求您告知大荒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好歹是名义上的宗主，难道连问问题的权利都没有？我可以帮你看看。老前辈，大恐怖！尸首遮天，后生不要去大荒野，我要休养。好恐怖！从未见过这般威能，若非神识跑得快，早已魂飞魄散。奇怪，刚才好像抓到了什么，难道是错觉？小小，多亏遮天大人的灵肉，一会儿遮天大人出现，你一定要好好感谢大人，莫要失礼。姐姐，我能当大人的坐骑吗？你太小了，等再长大点吧。要多大才行？至少要比你刚才吃的那只腿大吧。哦，我一定会快快长大的。早知道当狗这么好，还费什么劲儿做狼？以前是鸡一顿饱一顿，现在是鸡一顿饱一顿，舒坦。来了！不是吧？我以为遮天只是个形容词，前辈居然来真的！太压迫了，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等等，大人，请等等！大人，这是我祖先留下来的妖兽蛋，据说里面是古龙后裔，恳请大人收下，略表我等心意。古龙后裔？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这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，也是我们半少族最珍贵的宝物了。白仙子有所不知，大荒地的半妖族以前也是纯正的妖族，只是后来搬到这贫瘠之地，妖与人结合，才诞生了半妖，慢慢发展成如今的族群。白宗主，如今大家都受了遮天前辈的恩惠，而我们又身处这贫瘠之地，危机四伏，不如我们各族联合起来，共抗外敌。曾以为遮天前辈图谋洛青衣的稻谷，如今看来，前辈这般大能，根本不稀罕这等东西。好，自从回到宗门，就再也没有和前辈像那日荒漠中一样夜谈了。前辈所说的一切，都那般新奇，仿佛他来自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青衣，师傅，你说前辈真的是祸海来的大凶吗？我怀疑前辈是仙人。仙人？这仙人能下界？我也不确定，但能对先天稻谷这般无视，除了仙人，还能有谁？或许遮天前辈是陨落下凡的仙人，或许他正在积蓄力量，准备重返仙界。前辈选中了你，定然是看中了你的天赋。青衣，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，你身负先天稻谷，你的修炼突破几乎是常人的双倍。先天稻谷需要庞大的能量支撑，你和常人不同，修炼路上根本没有瓶颈，只要资源足够，你必定能羽化飞升，无需经历雷劫，也无需抵御心魔。我想，这也是前辈看中你的原因。你要好好修炼，有朝一日能助前辈重返仙界。仙人和我们修真者不同，他们每一次出手都会背负因果，背负的因果越多，反噬和劫难也就越重，最终可能导致实力衰退，甚至陨落。青衣，遮天前辈为了你，已经背负了天大的因果。师父，我一定努力修炼，绝不辜负前辈的恩情。如此，甚好。记住，以后尽量不要麻烦前辈，他的每一次出手都要承受沉重的因果反噬。
你母亲，也就是我的师傅，名叫洛雨，是当年道玄宗宗主的女儿，道玄宗的圣女。你降生时，一丝魔气不慎泄露，整个中土都知晓。道玄宗圣女竟与魔族结合，诞下了魔族后裔。最终，你母亲为了保全道玄宗颜面，也为了护你周子，自绝于道玄宗。你母亲生下你时，就知道你身负先天道骨，为了不让你的道骨被人挖走，她让我带你远离中土，来到这灵气稀薄、资源困乏的大荒地。谁知20年过去，他们终究还是知道了你的道骨。好在你遇到了遮天前辈，有他庇护，你也算是免去了一番杀身之祸。洛青衣的身世这么曲折吗？天生道骨，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还有仙人，自己在他们眼里算是仙人啊。因果，自己出手这么多次，也没见遇到什么因果报应啊。修真者总不会得癌吧？前辈，就是这样，我讲解的够清楚吗？谢谢。前辈哪里话？前辈定然是故意让我讲解，帮我稳固修炼基础。这1个月，我独自吃光了那只大妖鳌族，充足的灵气搭配修炼，修为成功到达炼气19层。前辈，该你讲了。话说萧火火刚刚爬上了悬崖，忽然看到小医仙站在上面看他，走到哪里都充满机遇。3年之约啊，真想快点听到后续。你说我有没有可能也捡到一枚戒指？里面恰好有个老爷爷。你去跳崖吧，汝妻子我养之。萧火火，那位遮天前辈的名字？不对，这定然是假名。戒指老爷爷，难道前辈是靠着那位老前辈辅佐，才修炼到如今的境界？一定是这样。不过总感觉前辈描述的世界和玄元界大不相同，难道前辈来自其他世界？总算是糊弄过去了。自己看小说是享受，给别人念简直是折磨。想要修炼必须吸收灵气，可我这边根本没有灵气，只能靠这些灵石汲取。我曾试过将放入玻璃箱的肉石拿回来，可一旦离开玄元界，肉石便彻底失去了灵气。我欲成仙，快乐冲天。这里虽远离市区，却仍有居民，若是修炼闹出动静，难免惹来麻烦。喂，哥，怎么了？道观上个星期被封了，我失业了。什么玩意儿？道观被封了？家里人本来就不想让我做道士，这次道观被封，正好被他们逮到机会，在家给我相了个姑娘，挺有钱的，说要养我。我现在正被家里人看着呢，先不说了。哎，你等等，去万丈山正道修仙。灵石100枚，上品飞剑7把，石头蛋带着，玄血也一直带在身上。很好，万事俱备，只等深夜便可开始修炼。这玄血是洛青衣母亲从祸海带回来的天地奇物，有逆天改命之效。它能让无灵根的凡人凭空生出灵根，能让根基平凡之人变得天赋异禀。即便在玄元界，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至宝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灵根，毕竟没有办法测量。但只要吸收了这玄血，无论有没有灵根，我都能踏上修真之路。好像有些不对劲。炼气1层、2层、8层、9层，炼气10层了。搞什么？天气预报不是说未来7天都没雨吗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能测不准？别抱怨了，狂风打雷的，一看就是暴雨前兆。再不赶快下山，怕是要被山洪冲走。快看那边，道观那边的上空。啊，这是幻觉吗？老婆，快出来看上帝！万景山上有神仙，是渡劫，真的有人在渡劫。我就说上次看到天上有人飞，不是错觉。万景山有人在渡劫啊，还有飞剑，是真的修真者。
刚才我亲眼看到了，万景山有人渡劫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是啊，我也看见了，真的有人在天上飞着，被雷劈了好几次。菩萨保佑，仙人保佑！筑基，竟然直接跳过炼气冲到筑基期了。接下来是不是就该我不吃牛肉了？以我筑基期的修为，是不是能横着走了？唉，好麻烦啊！呼，爽！这7把剑实则是一体的，操控起来和一把剑一样，不消耗额外精力，但坏处也很明显，一旦有一剑损毁，7剑都会同时自毁。可惜只是上品法器，还差一个等级，没能诞生剑灵。这半妖给的玩意儿到底该怎么用？和鸡蛋一般大小，早已完全石化，实在看不出用处。先买个孵化箱试试，搞定。啊。师傅，我突破了，我筑基了。好，师傅，你把你的灵气都给我了。没事，前辈给的妖兽灵肉还有不少，我等下去吃点就恢复了。以前以小人视角只能看到洛青衣周围300米，如今竟能看到1000米范围，我的视野竟然和洛青衣的修为挂钩。若是洛青衣修为不断提升，说不定我以后能看清整个轩辕界。我现在也要修炼，无法时刻盯着洛青衣，万一自己不在时，洛青衣遭遇袭击怎么办？必须强化轩辕界的这些人，只有他们自身强大，自己才不用天天守着。灵气吗？青衣，前辈需要青衣做什么？除了灵草，你们还有什么灵物可以种植的吗？回前辈，各个宗门都留存着一些灵物种子，都是从中土行商修士那里买来的。只是大荒地太过贫瘠，灵气匮乏，除了灵草勉强能生长，其余灵物根本无法存活。这是一个死循环，没有灵气，灵物无法生长；没有灵物，灵气又无法聚集。他们拼命种植灵草，就是希望能打破这个循环。都种下吧，我试试。前辈每一次出手都会背负巨大的因果，这般直接改变一片土地的做法，承担的因果更是难以想象。前辈不必这样，我们能承受。为了你，值得。小小，咱不看这个。洛青衣好命啊，居然能让遮天大帝做到如此一步。你也别看。思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女人好恐怖！萧杀阁下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现在投了人类。你这个妖族的耻辱，废物，居然和人类联合！错了，不是联合，我们半妖现在是人类的坐骑、受宠什么的，好像是这么叫吧？你身为狼妖的尊严让狗吃了吗？又错了，我现在就是狗，相信我，当狗没什么不好。当我见到遮天前辈出手的瞬间，我就学会狗叫了。我觉得你现在也该赶紧学猫叫，真的，你不会后悔的。你做梦，败类！小小，咱不学这大猫，这妖啊，一旦过惯了好日子，就回不去了。遮天前辈天天给我们妖兽灵肉，甚至给了我凤凰血脉。我从蛋里面出来，就没有遇到过前辈这么好的人。这大猫居然敢质疑前辈，实在是可恶！记住了，尊严不能当饭吃，修行也是要吃饭的嘛。都别看了，赶快去将各家种子取来。师傅，我别多想，未来好好报答前辈。那前辈说的萧姐姐该怎么办？前辈说她有个红颜知己，现在估计已经修成正果了。我这样会不会惹萧姐姐生气？青衣，强大的修士有多个伴侣是非常正常的。这样啊？前辈口中的那个萧姐姐人这么好，我不想惹萧姐姐生气。修真者也会感冒？那是什么？好诡异的雷霆！是哪位长老在渡雷劫吗？无间峰是太上长老的道场，难道太上长老突破了？这气息不对啊！以前的雷霆不是这种。长老，差一点，还是差一点，总是差一点。果然，必须要用非常手段。洛无问呢？他闭关了。这个时候闭关，碍我大
级的废物！太上长老，真的要用这种办法来应对灾劫吗？你以为我修筑降魔台是为什么？为了我宗门延续，为了中土修士的未来，牺牲是必要的。灾劫啊！横断深渊最近确实越来越活跃了，甚至不少修士都已经受到了横断深渊的影响。如果这就是灾劫的话，确实非常难以应付。我去和白灵说说吧，如果牺牲洛青衣一个人就能拯救整个中土，白灵应该不会拒绝。距离灾劫劳来的时间不多了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和那些女人讲道理，必须要一劳永逸，免得麻烦。等等，我记得西北的万妖国大乱，元妖一族被那个新冒出来的妖王给灭了国，现在正在寻求容身之地。告诉那些猴子，他们不是想要地盘吗？让他把大荒地的那个修士给灭了，把洛青衣带给我。道玄宗的18封，我可以给他3封。这样应该能行吧？前辈，已经好了。那我开始了，你们找个地方躲雨吧。躲雨？这晴空万里的，也没有要下雨的迹象啊。上次大荒地落雨，还是300年前呢。看来对于遮天前辈来说，呼风唤雨也只是挥手的事情。这有什么特殊的吗？对于修士来说，呼风唤雨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一般的修士想要施展春雨诀，都是让空中本来的水汽凝聚起来落下。强大一点的修士会将远处的水搬运过来，但是前辈不一样，他是直接用灵气创造了水。前辈的灵气已经不能用海量来形容了。不过咱们大荒地就算是下雨，也不会对灵草有什么用吧？啊，下雨了？啥？那是千灵树，没有10年都不可能发芽。那是柳生黄木，要100年才结果啊！怎么可能？这才有个洞天福地的样子。之前那荒凉一片的，哪像是修真的地方？孵化香到了。这就是前辈的手段吗？想过遮天前辈能帮助我们让灵草存活，却万万想不到，仅仅一场雨就将整个半瑶族地变成了洞天福地。糟了，若是我刚才多接住一些雨水，是不是就可以人为催熟灵药？怎么就忘记收集雨水了？该死！师傅，我接了一些，差不多就1个水缸的量。太好了，这些灵液或许能去中途换一些丹药。怎么样？没见过吧？吓着了吧？实话告诉你，前辈心善，他喜欢咱们半妖，说不定也喜欢妖族。咱们都是大荒地的穷兄弟，我黑猎发达了，也想着帮你们一把。怎么样？来给前辈当猫，资源那是大大的有啊！前辈好像很喜欢毛茸茸的东西，眼前这大老虎浑身是毛，前辈肯定喜欢。休想！我笑杀好歹是笑猎妖国公主，只是一时落魄罢了。你等我。天天吃这个都有些吃腻了。前辈人真好啊，时不时还给我们换个口味儿。即便在妖国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机会分食这种等级的妖兽灵肉，他竟然说吃腻了。怎么样？喵一声，这块肉就都是你的。想想你的族群，想想你的亲人，即便你愿意受苦，他们愿意吗？你就这么狠心？自从带领族群逃到这里，我真的没有给他们过过一天好日子。我们单独聊聊。喵。什么？大点声，我听不到。喵。很好，我去告诉前辈。师傅，我好想打黑猎一顿啊！真是半妖残渣，你还是告诉遮天前辈吧。好，
希望前辈喜欢吧。我们目前只能单方面接受前辈的馈赠，若是能稍微报答一下前辈，也算是尽了一份心意。啊去！最近开始修仙后，好像越来越喜欢打喷嚏了。前辈，前辈，黑烈说，既然前辈喜欢毛茸茸，他刚刚给你找来了一窝猫，希望前辈喜欢。毛茸茸，我什么时候喜欢毛茸茸了？这是白虎吧？还是纯正的妖族白虎？什么玩意儿？前辈，您觉得怎样？是不是要养着？养着吧，反正我每天吃剩的残渣放到玻璃箱里都是庞然大物，不就是多几张嘴而已。或许给这位强大的前辈当受宠，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前辈说要给你点东西，让你等等。听说猫就喜欢这个，老虎也是大猫。好强的威压，不是吧？没人告诉我，那位前辈随手就是遮天之威。哇，这是祸海鱼妖吗？公主，我们来救你了！雪婆婆，前辈说这个给我们，要一起吃吗？孩子们，公主是对的，学猫叫吧。你是笑猎妖国的公主？是。你是逃难来这里的？我父亲战死，母亲后来消失了。那个新冒出来的妖王，那不是妖，那是妖魔。西北妖国一一倒下，即便联合起来，也无法战胜那个新的妖国。我们只能一路逃亡。若不是我们逃得快，怕是早就被灭族了。师父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没想到西北发生了这种事情，你打算怎样？报仇吗？仇人强大到我连报仇的念头都不敢升起。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：活下去，将血脉延续下去。青衣小姐，这是他父亲交给我保存的宝物，此丹名为天定丹，服用后能内炼心骨，外炼筋皮，使体魄大大增强。同时，天定丹本身蕴含海量温和灵气，能直接供养一个筑基期修士结丹。我们身上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好东西了，所有宝物都被毁在妖国战乱中。若是青衣小姐不嫌弃，就请接受吧。天定丹，我之前用法力雕刻了一枚小剑送给洛青衣，结果他却说那只是一把普通的石头剑，还说会好好收藏。现在这些灵果灵药拿出来也没有灵气，看来是不能卡 bug 了。帮我谢谢喵喵。多谢前辈。还是太年轻了，不明白这份馈赠是多么的丰厚，这才是被命运眷顾的人啊！能得到那位遮天前辈如此青睐。不是说话的力量温和吗？这叫什么温和？简直像是被放在烤架上烤。差点给烫死。我的身体好像白了一些，这张脸可以去绑富婆了。修仙果然好，还能变帅。修为到筑基5层了，跨度也太大了。若是再来几枚这种天定丹，说不定就能直接结丹了。得想办法让洛青衣他们有自保能力了。我毕竟不能时时刻刻看着他们，万一我没注意，洛青衣遇到不测就麻烦了。纽扣电池，买一堆放在半妖族地放电，看谁还敢来招惹他们。老板，给我来一板这个纽扣电池。好，这种电池对付7长老那种元婴老怪，估计有些吃力，但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堆数量，一共20块，一个2块。咦，老板你还卖玩具啊？哦，这个啊，是我从我儿子床下找出来的，有些年头了。卖给我行不？你要的话，给2块钱吧，不是什么值钱东西。成，谢谢老板。哥们儿，怎么了？
哥，造型你还买吗？我这有一批货，急着出手，你要是要的话，我给你便宜点。你看，这是我刚从乡下收上来的，都是好东西。咱们不是有手机吗？你怎么专门来找我？我上次还留了联系方式。我怕你不在，这小子脑子怎么不太好使的样子？说吧，什么事情？五指山。不过这山的造型实在太奇特了，若是放到轩辕界，给洛青衣他们当山门，也太奇怪了。先留着吧。前辈说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准备？前辈又要做什么吗？又是电池，10个，整整10个！啊，那是什么？你可离那些装置远些，那里面装的可是恐怖的直流电，人类的元婴都能电死的恐怖雷霆。你要是不怕死，就试试。前辈说，这些电池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。有了这层保护，出意外的几率就变小了许多。接下来我就要开始修炼了。大哥，妖主真就要给那些人类卖命？这群人类给的太多了，3座道玄宗的封门，有了这些，我元妖一族何愁不能再度崛起？这么说来，那个小姑娘是必死无疑了。想想还怪可怜的，居然被中土第一宗门追杀。世上还有比这更悲催的吗？可怜什么？弱肉强食，我们弱小就被灭国，他们弱小也该死。不过大哥，一个小姑娘值得付出这么大代价吗？听说道玄宗7长老都栽在大荒地，那个敢庇护洛青衣的存在，我们能应付得了吗？自古大荒地就是苦寒之地，灵气稀薄，能龟缩在那儿的修士再强，能强到哪去？再说我妖国秘宝也有数千年没见过血了。上次在妖国，秘宝都不敢急出就仓皇逃窜，如今在网仙城还处处被人类嘲笑。要想立足，必须打出威风。老三，你这几天怎么一直抱着这本书？都3天了。大哥，这是经书楼新卖的旁门小说，叫《仙破苍穹》，特别精彩。你怎么喜欢看这个了？爽！对，爽快，爽快！这些人类怕是疯了。走，去大荒殿，柳阳的活我们接了。天阳师姐，好久不见。她就是母亲的大弟子白灵师傅的师姐天阳。我一直以为你和洛青衣死在了宗门之外，谁知道太上长老用推演天机之术发现了你们。青衣是个好名字。师姐，你找我不会只是为了看看青衣吧？以前我绝不敢带青衣见他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已恢复并突破元婴2层，更有遮天前辈撑腰。灵儿，当初师姐没能保护好你们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也是为了你们好。听师姐一句劝，跟我回宗门。我见过太上长老了，他答应不会怪罪你，也会让青衣活下来。他只要稻谷。师姐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青衣被夺走稻谷还能活，但这是唯一能让青衣活下来的办法。疯了至少命还在。师姐，你回去吧。灵儿，我知道你在仰仗什么，那个杀了7长老的修士，没用的。如果不是太上长老腾不出手，你所仰仗的那位前辈早就被太上长老诛杀了。什么？诛杀遮天前辈？太上长老人这么狂？灵儿，太上长老已经让元妖国妖主元乌来大荒原了，目的就是带下洛青衣，给7长老报仇。现在跟我走，主动回去，还能保青衣一命。要是被元乌抓住，你们2个都得死。师姐，请回吧。白灵，你怎么这么犟？你真要看着洛青衣跟你一起死？你要跟宗门死扛到底吗？就算你不在乎自己，也不在乎青衣的命，她可是师傅的女儿。罢了，我来帮你。元乌来了，
我帮你们多撑一会儿，你们赶紧跑。没想到第一次见面，他竟愿意为我们去死，这就是母亲的弟子吗？姐姐，其实不用死的。你不知道太上长老的恐怖，也不知道元巫的厉害。其实，你也不知道前辈的厉害。不可能，我一定是落入幻术了。这灵气浓郁到近乎粘稠的洞天福地，怎么可能是苦寒的大荒地？师姐，去看看吧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电池哦。什么电池？师傅说差不多3个电池就能顶一个雷池。雷池？姐姐要试试吗？遮天，好狂的称号，可那是道玄宗太上长老啊，修为深不可测，他要洛青衣死。就算有这些雷池般的电池，又怎么保得住？雷池顶多对付元婴修士，太上长老说不定已经到了合体期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在这1个月，亲眼看到了遮天大帝种种不可理解的手段。本来是来收集遮天前辈的事迹，写成游记供散期阅读，没想到游记火遍了整个修真界。或许脱离道玄宗，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田长老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真巧啊！田长老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求你了！我们把白灵和洛青衣制服带走，不然他们会死的。元武已经来了。我觉得不用，还是担心那群猴子吧。我走了，现在该听前辈教诲了。今天就是前辈3年之期到的时候了吧？我等这天好久了，这一天不听，浑身发痒啊！青衣小姐，今天多讲点吧，每天2章根本不够啊！等等，这内容不是修真界最受欢迎的仙破苍穹吗？等等，难道萧活活就是遮天大帝？那到底是什么？大荒地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贫瘠的大荒地竟藏着如此宝地，这般洞天覆地，竟被半巫占据，简直暴殄天物。妖主，我们别想老老实实办事，不能违背柳阳那个人类，恐怖至极。是，妖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柳阳给我的任务是带走洛青衣，斩杀杀了7长老的凶手。怎么了？前辈，有人在攻击护宗阵法。这群猴子打哪儿来的？退后！快退后！这里不是大荒地，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东西？啊！这些圆块是什么宝贝？竟能击退元婴大妖！这……我当初来的时候，表情和你差不多。这就是遮天前辈，随便出手便是元婴的极限。快看，元巫出手了！好宝贝，那是玄金沙棍，上品灵气啊！什么？师妹电池加持的阵法居然瞬间就被毁了！化神大妖，元巫到底是什么时候突破的？好厉害的雷法！这等宝物居然如此脆弱，好生奇怪。这猴子有点帅啊！等等，猴子棍子啊，这不巧了吗？人类，你我无冤无仇，我也不过是受人之托。现在把洛青衣和那个杀了7长老的人交出来，我元妖一族立马离开这里。你这猴子想的倒挺美。来，2个元婴修士，肉体强度竟然比化神还高。不好，上当了！好配合！想要用元婴修为抗衡化神，
在修真界根本不可能。啊！中计了！该死！你以为真就跑得掉？妖主，你正好，往仙城的人都在，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元妖国的底蕴。躲远点儿。那猴子怎么不动了？他想要做什么？可惜了半无足地那片宝地。啊！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啊！那是什么？它变大了，那就是仙气残片，不是变大，那是一个虚影。快推远一点！终于结束了。得到玄宗圣女之后，终究逃不过一死。不过那3个修士敢戏耍化神大能，也算死而无憾了。等等，天怎么暗下来了？太阳，千穹被什么遮蔽了？这玩意儿砸下去，万一伤到洛青衣可就不好了，得找个安全的角度。哼，这么大体型都不用瞄准了。青衣，为什么要往天上飞？我们应该往祸海逃，天上毫无遮蔽，一直暴露在元巫视线里。3，什么？2，青衣，别再数了。那位给你们电池的前辈呢？我去拖住元巫，你让他快些出来接你走。1，什么？没死就好。青衣，别担心，我会带你离开的。刚刚那遮天大兽威力极强，那位前辈肯定耗尽了法力，现在只能靠我自己了。3，什么？又来？2，1，还来？柳阳，我跟你没完！这五指山，完美。这玩意儿，该不会是那位遮天前辈随手捏出来的吧？太恐怖了！妖主，我来救你！天阳姐姐，我说了前辈很厉害吧？糟了，师妹。师妹，你感觉好一些了吗？那猴子手下留情了，他是个怕麻烦的主。这猴子也不想陷入我们人类的争分里面，尽量谁都不惹。不过他运气不太好，被前辈一巴掌给拍在下面。那些猴子怎么处理？青衣小姐，我们都是受了柳阳的命令才来的，我们已经知错了，求求你放了我们妖主吧，我们兄弟愿意奉上精魂，愿意永生为奴，求求青衣小姐放了妖主吧。他没有想着杀害你，他只是遵从命令，想要带你回到玄宗。虽然在我眼里，这些猴子连蚂蚁都不如，但他们毕竟伤害到了洛青衣，就这么放了，是不是太随便了？这五指山放在这里挺好看的，再多压几天吧，让他们把被毁坏的地方修好就行。前辈说让你们在大荒地劳动，修好被破坏的地方，就放你们走。多谢前辈，多谢青衣小姐，我们一定好好努力。妖主，那真的是修真界修士能有的本事吗？就像天要塌下来一般，根本无法抵抗。元空，麻烦你了。好了，都修好了。太上长老，这个遮天大地是何方神圣？今早我收到这流影时，里面竟是元妖一族在大荒地的遭遇，难怪他们去了这么久都没回来，原来是被人家一巴掌拍进了地里。遮天大地，好狂妄的称号，
差不多和我一样，是个数万年前的老东西苏醒了。想必他也是察觉到了灾劫即将到来，想图洛青衣的稻谷了。呵呵，多半是这样。那该怎么办？稻谷就只有这一副啊！不急，你去大荒地一趟，就说太上长老请那位遮天大帝一叙，顺便你也劝劝洛青衣，让他明白自己稻谷的重要性。是。遮天大帝，呵呵，你最好不要坏我大计。各位宗主，你们总算是考虑好了，如何？为了中土修士的未来，我等愿意助柳阳长老一臂之力。既然诸位都有了这个觉悟，那就请吧，将此物带回去，用此阵法结合起来。各位记得最近不要让自家弟子离开宗门。好。好强的威压！人类骗我好惨啊！元妖主，你这是实打实的化神大妖，还动用了仙气残骸，怎么会凄惨这种地步？说实话，我这些天过得还算惬意。怎么可能？好歹是一国之妖主啊，怎么能被人驯服啊？有人给我送饭了！你想要知道什么，自己去半妖族地吧。今天吃什么？前辈说他刚去超市买的，好像叫油桃。替我谢谢前辈，修炼上千年，我还是第一次不用为资源发愁。下次前辈出现，我干脆直接跪了。就是不知道元空他们怎么想，哎，到时候花点时间劝劝他们吧。这到底是什么灵果？仅仅是气味，就让我浑身颤抖，枷锁松动。这是大荒。白灵啊，你居然都有元婴修为了，这就是圣女之后洛青衣吧？按理说你现在也是道玄宗圣女了，当年见你时还只是个婴儿呢。说明你的来意。青衣，你的体质能阻止横断深渊爆发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为了天下修士，为了人间生灵，请道玄宗圣女赴死，死一人而救天下，何其幸也！什么玩意儿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流行这一套？你卑鄙，打不过就搞道德胁迫！白灵，我没有问你，我在等圣女的回答。那么，圣女的回答是什么？是要苟活而害天下生灵，还是为了大义赴死？住口！你是道玄宗圣女，天下苍生就握在你手里面，你在等什么？难道你真的想被天下唾骂？白灵不可能没有告诉你横断深渊的事情，现在只有你的特殊体质能阻止横断深渊爆发。若是横断深渊爆发，师父会不会死？小师妹会不会死？我死了，他们是不是就能活下来？不好，他这是要生心魔的节奏，必须阻止！踹他脸！我让你踹他脸！是前辈的声音。如何？想通了？前辈不让我死，我不会死。六长老，让你失望了。好，好，好！你们不就是仗着那个什么狗皮遮天吗？真以为给自己起了个遮天的称号就真能遮天了？白灵，太上长老的恐怖你想象不到，太上长老数万年的筹划你也根本没有概念，那才是真正的力量，能结束灾劫的力量。我过来不过是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，既然你们不愿意选，那以后可就别后悔。若是识相，现在去道玄宗认错还来得及。还好还好，没什么大碍。还好遮天前辈一直在看着我们，否则刚才洛青衣真的被说服了。六长老说的没错，太上长老非常恐怖，宗主甚至都不敢和太上长老正面抗衡。我害怕下次太上长老又强行来夺走青衣。好在太上长老暂时不能离开降魔台，但是万一他什么时候能离开了，可怎么办？青衣，去中土看看。带我看看玄元界吧，这大荒地看久了太无聊。师父，我是道玄宗圣女，对吧？是。那道玄宗圣女该回到道玄宗了。青衣，你想清楚，这是自投罗网。师父，天阳姐姐，既然始终逃不掉，直面恐惧也未尝不可。这是青衣能说出来的话吗？还有，前辈说大荒地不好看，要换个地方看看。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？
诸位不必紧张。网仙城发现魔族余孽，我等正欲将其降服，特此封闭网仙城，不让魔族余孽逃走，还请诸位修士理解。不对劲，这些老东西各自为主，互相算计，什么时候联合起来了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去道玄宗看看。各位宗主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自从正道盟成立，我从未见过所有宗主同时出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太上长老究竟瞒了多少事？动手吧！为了天下苍生，网仙城已封锁，天灵城已经封锁，雷灵城已经封锁，万剑城已经封锁。宗主你怎么了？这是洛青衣。这难道就是报应？青衣，让我好好看看，可以吗？我就快死了。白灵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带洛青衣来这危险的地方。现在跑，不要回头！太上长老要献祭整个网仙城的修士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不好，是天绝阵！完了，完了，都要死，都要死啊！宗主，究竟是什么？你说清楚。横断深渊的裂缝就在道玄宗悟道崖之下。别慌，我找找。稳了。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是那个遮天大帝吧？呵呵，没用的。我亲眼见过柳阳的恐怖，况且他还有正道盟宗主帮忙，现在做什么都晚了。你见过太上长老的恐怖，难道我就不知道前辈的厉害？不过自己还是要尽快修炼，要不然也不会仅仅只能期待前辈出手，而自己却一点忙也帮不上。该怎么对付那个横断深渊？要不然直接一巴掌拍下去。不行，网仙城有几十万修士，不能让他们陪葬。洛无问曾说过，助10成修士为神剑，镇压深渊。既然10成剑有用，没道理我的长虹剑没用。一把不稳妥，再加一把，以防万一。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。快放开禁制，有邪修做法！前辈，有邪修作祟，快制止邪修！该死的邪修居然敢抽取我们的修为，根本不是魔族余孽，是邪修啊！中途修士会永远记住各位的。横断深渊即将爆发，深渊魔物即将出世，届时中土即将生灵涂炭。为了中土的未来，也为了天下苍生，老夫请诸位赴死。退后！深渊爆发，你我都不得好死。现在只需牺牲这些修士，就能换取深渊重归平静。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，我等会永远记住他们。柳阳，你竟敢动用邪修功法，就不怕被灵界追杀吗？这已经触犯了修真界的底线。呵呵，田长老，你应该知道我曾经入过灵界，我比你更了解灵界。邪修，灵界到处都是邪修，怎么会追杀我？你想要吸收横断深渊的力量？嘘，别让那些蠢货听到。差不多了，去。糟了，上当了。蠢到这种境界，也好意思修真？好像是落雨。不逃走，反而朝我而来吗？看在你这么主动的份上，我会给你个痛快，免得承受去骨之痛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
什么？我认出来了，那是道玄宗圣女落雨，她没死。难道这些年落雨一直藏起来了？前辈，够了吗？好羞耻！这有什么羞耻的？继续举着，我还有一把。啊，还有？遮天大帝，功亏一篑，就差一点呐！这就是修士的命，不突破就死。我很好奇，横断深渊爆发，你们还有办法处理吗？快看，巫道崖那边那是什么？难道今天我们一定要死吗？遮天，现在你又该如何处理呢？青衣，再来一次。害羞了。啊，那种恐怖的招式居然不是一次性的，难道那玉色巨剑对那位遮天大帝来说仅仅是个小法术？快看，有字，长虹剑！我看到了，是长虹剑。也算是无憾了。洛青衣，我也算是你的长辈了，你小心临界。金丹3层。小小，大荒地那边怎么样了？除了一群人在劈山之外，一切都好。是吗？姐姐，你不回去吗？不了，你让大家都搬过来吧，这里的环境要好很多。而且，我也要在这里等父亲。有这个，你那个未曾见过一面的魔族父亲或许会找到你。魔族是其他世界来的种族，他们有着我们玄元界无法理解的力量，甚至能让残魂重生。也许我能再次见到母亲，而且我要以道玄宗为基础，培养一批合格的弟子，等飞升后也好能帮上前辈的忙。咦，视野又开阔了。洛青衣突破到金丹后，我居然能看到他身边数万米的范围，而且还在随着他的修为提高不断扩大。居然能加速！真的快孵出来了！我宗泽终于回来了。我天生剑骨，又在灵界修炼100年，这次定能斩了剑屠。师傅，以你现在的剑道，那剑屠怕是一个照面就要被你斩了吧？中土第一剑就在今天。转头，我们去大荒地。啊？为什么，师傅？那剑屠不是连区区一座山都劈不开吗？哼，他不行，我行。剑道就在于一个争，不争怎么能成剑修？先把那座山给劈了，再将那剑宗推崇的那什么遮天也给劈了，最后把剑屠也给劈了。哟，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剑屠，你……拔剑吧。不急，我带你去见见真正的剑道。想逃？到了。师兄，找个位置悟道吧。这是遮天前辈的建议，悟出一丝，可使剑道精进。自己追求一生的剑道，在这浩然剑意面前，可笑至极。坐这儿吧。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候，
等到晚上才是参悟建议好时间。也要感谢道玄宗啊，居然这么慷慨的将这近距离参悟剑道的好位置毫无保留的让了出来，让我等近距离感受。这就是遮天大地的剑道，没有任何技巧，纯粹的浩然，纯粹的强大。这种剑意，我恐怕这辈子都无法超越了。自己争来争去，究竟在争个什么？师兄，要来了！什么来了？你看，这剑吸收了至阳之力。对，这是往仙城之符，也是修士之符啊！这两把巨剑吸收了太阳的至阳之力，在夜间转化后又散发出来造福我等。遮天前辈的恩情，我等是还不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道爷，我成了，成了！滚！老子滚远点，杜切！要是坏了圣地，老子宰了你们！那是乾元老佛，这些隐血散修怎么也冒出来了？为了晒剑，现在中土上所有的修士，无论是隐士散修，还是闭关的老不死，在这两把巨剑插入大地的时候，都苏醒过来了，可见这剑意的恐怖。只可惜啊，这御剑的光芒不知道为何每日都在减弱，再这样下去，或许要不了多久，这剑就不再会发光了。师兄，咱们斗了这么多年，也该和好了吧？师傅，你要做什么？中土这些年的变化可真大呀！好剑，可惜外强中干，一把仙器居然没有剑灵，早就没了生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徒儿，此剑不错，你我师徒一人一把，如何？简直是胡闹！什么叫你我师徒一人一把？这分明是遮天前辈给网仙城的恩情，你也敢觊觎？就是，这是遮天前辈留下的宝物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抢。怎么，你们不同意？也该让你们这些中土修士重新认识一下灵界了。在下灵界年魂，这两把剑可是无主之物，自当有能者得之。该说这他妈遮天是傻呢，还是蠢？虽然这两把仙器已经死了，但毕竟是先帝，居然没有让其认祖，真是浪费。年魂，数千年前那个剑狂年魂，他不是走火入魔死了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入了灵界，还活得好好的？数千年前，他可是中土剑道毫无争议的第一人，后来练剑练到生出心魔，最后走火入魔而死。现在居然活了，而且看样子修为又精进了许多。师傅，我在灵界拜的师傅，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，而且还一瞬间引来了众怒？我年魂也是个讲道的，3月后我来取这两把仙剑。呵呵，我也希望能和那个遮天过上2招。告辞了。这人好嚣张啊！二长老，你从祸海回来了。狱主，我按您说的做了，刻意挑衅修士，觊觎御剑。那个遮天没有出现。是吗？那就3月后再去。那两把剑好歹是仙器，不可能就这么让我们轻易拿走，必然会有阻拦。这把剑你拿着，3月后你尽可能将那遮天给吸引出来。这个人可为我灵界所用，不能放过。狱主，有必要动用仙器吗？那两把剑我看了，都是死剑，没有剑灵。那个遮天或许只是外强中干的家伙，不必如此谨慎。和那两把巨型御剑不同，狱主给我的这把可是货真价实的仙器，其中的剑灵都有合体境的修为，对付一个遮天，未免大材小用了。不，那个遮天像是忽然冒出来的一样，毫无踪迹可查，必须谨慎点。他的实力不凡，不可小觑。到时你将他引出来，我试着将他强行收下。若是那人不来怎么办？那人似乎很擅长隐蔽，我观察许久，甚至连道玄宗的圣女都没有真正见过他的真面目。你都这般嘲讽他，觊觎他留下的御剑，望仙城所有修士都看在眼里，你觉得他会不出来？他既然留下御剑护着那些修士，就不会坐视不理。至于旗下的横断深渊，你不必担心，道玄宗悟道崖下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深渊裂缝，真正的横断深渊，
一直都在灵界。金丹4层，休息一下吧，别那么费力。修炼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劳疾结合才好。你到了道玄宗这么久，还没有出去好好看看呢，别一直闷头修炼。我只是在玻璃箱上按了加速键，没想到轩辕界居然直接又过去了半个月。这半个月里，洛青衣几乎没有停歇，一直疯狂修炼。这种天赋好又拼命的家伙，是真的恐怖。我可做不到洛青衣这般拼命。我现在修炼已经明显感觉到了阻力，干脆躺平算了。前辈，长虹剑和冰魄剑的事情，他们的光芒越来越弱了，会不会出什么事？那个啊，那毕竟是10几年前的东西了，塑料荧光都快失效了，所以看起来没那么亮，没什么大事。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问前辈了，可前辈每次都说的这么轻松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重新插一个新的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就是不知道小学门口还卖不卖这玩意儿了。毕竟现在的小学生都不看动画片了，这种塑料剑估计不好找了。是这样吗？哼，放心好了，没事的。对了，我这几天要回家过年了，到时候给你带一些糖，让你尝尝我们那边的味道。什么是过年？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，庆祝蓝星绕了太阳一圈。简单说，就是庆祝冬去春来，辞旧迎新。冬去春来，我们玄元界也有寒来暑往，难道我们也要过年了吗？不说了啊，我去修炼法术了。我一直忙着提升修为，却没有掌握什么实用的法术。过不久就要回家过年了，这里必须想个办法警戒起来，免得遭了贼，丢了东西就麻烦了。一本阵法，一本傀儡术。许久未拜见师尊，青衣，跟我走。青衣，这是二长老，他刚刚从祸海归来。老身孙如见过圣女，当年我在祸海修行时，还见过你父母呢。魔族啊，其实和我们人类也没什么两样，都是有血有肉的生灵。哎，这些年你一个人支撑也是受苦了。二长老，咱们说说正事，那个灵界来的年魂该如何对付？年魂他之所以在悟道崖挑衅，就是想逼你交出玉剑，他背后的灵界一直在图谋不轨。灵界是一群唯结果论的修士，他们如果想要达成某种目的，就一定不会只出一招。我估计年魂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幕后之人尚未出现。至于他们的目的，说实话，除了先天盗骨，我觉得是那2把巨剑。那2把剑是前辈给往仙城修士的服饰，怎么能让灵界拿走？你那位前辈可曾有说明去了何处？前辈说他回家过年了。回家是回截教，难道通天祖师召见了前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什么通天祖师？没关系，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。既然你们口中的那位前辈不会出手，那么老身也好久没有活动一下身子了。虽然老身只敢在祸海外围修炼，但是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或许轮不到那位前辈出手。二长老，您的修为？呵呵，被卡在合体巅峰，突破不了了。没办法，就回来了。合体期大修，而且还从祸海归来，不说击败灵界，想必抵挡应该是可以的。对了，长老，您对灵界了解多少？他们一直躲躲藏藏的，为何最近又忽然大张旗鼓的冒出来了，甚至还主动报名号？灵界，老身也不清楚，但是有一点很奇怪，灵界的人似乎永远不会走火入魔，怪异的很。第一本邪修功法就是从灵界流落出来的。灵界曾经试图消灭所有邪法和邪修，当时谁若是敢练邪法，灵界一定会出手消灭。但是现在似乎变了。柳阳曾说，灵界与邪修有所勾结，难道是真的？长老，望仙城来了好多剑修。老夫龙宗万剑宫副宗主，请道玄宗收下我等。道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从今日起，中土已经没有万剑宫了，请收下我等。天下没有人比我们剑修更希望圣地不被破坏，我等剑修愿意誓死保卫圣地。前辈，圣女且看，此乃我万剑宗秘阵法，名为逐天万剑阵，可由多名剑修共同施展。剑修蕴含的剑气越多，威力就越强。此地共有剑修数万，若是共同施展剑阵，
定要那灵界修士有来无回。龙长老有心了。咦，原来是孙长老啊！说来惭愧，我万剑宗还从来没有发挥过这阵法的极限威力。毕竟现在的剑修啊，无论是剑意还是剑道，都比上古差了太多。剑阵威力不凡，二长老修为不低，一切似乎都很好。灵界似乎不堪一击，但是一个隐藏了这么多年的组织忽然暴露自己，真的好对付吗？这次没了前辈的帮助，我居然有些不习惯。洛青衣啊，洛青衣，前辈不可能帮你一辈子的，你要习惯自己解决问题。不错，经过10天的学习，终于布置好了阵法。小艾同学，我在。给我倒杯水。好的。真是修真改变生活啊！洛青衣修为又增长了，不愧是先天道体啊！咦，怎么这么黑？狱主，那个遮天修士3个月都没有出现，这些天我让人一直守着，都没有发现。倒是那些剑修联合起来了，看来那些剑修真的将那2把死剑当成了悟道圣地，要誓死保卫。看来那个遮天很能沉得住气，这是好事。至少这种人不容易走火入魔。走火入魔？我当年若不是入了灵界，差点就死了。你那个徒弟也在里面啊？狱主，那小子在我手下不过100年，心思跳脱。你急什么？那小子好歹也是剑体，灵界不会拿他怎么样。按照我说的来，你将那先天道体的小姑娘擒来，我去将那遮天带走。至于你那徒弟，带回去教训一下就行了。狱主，望仙城这些修士可否不取他们性命？他们不知灵界威名，罪不至死。你是不是还想着等灵界收走那小女娃道骨后收养她？看来你的修行还不够啊！回到灵界后自己去领罚。别这么说嘛，年弟弟善心为逆，说不定是好事呢。这次就算了，下次别这样。去吧，早去早回。这里的事情解决了，还有妖国的事情等着我们呢。一切为了界主，一切为了飞升。你说你是开山祖师之剑苍仆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惨？着实惨兮兮，剑身满是裂纹不说，怎么连剑鞘都没了？听说道玄宗开山祖师的剑可是仙器，这怎么……我曾神游大荒殿，却遇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，躲闪不及。这苍梧剑，该不会是被前辈给不小心拍到了吧？今道玄宗遇灭顶之灾，我也该出手了。或许今日就是我之结束，也算不负主人的交代。这次灾祸非同小可，上次的横断深渊或许还有太上长老持剑可以镇压，这次真的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原来是苍梧老前辈，我逐天万剑阵正好缺一个阵眼，请前辈出手吧。有苍梧老前辈助力剑阵，有剑修众志成城，又有我等共同御敌，稳了。前辈给我讲过，这种插旗行为往往没有好结果。炎魂来了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仙剑，他拿着的是仙器。小心！修士之间的等级差距本就不可逾越，再多的低阶修士也敌不过一件仙器。一个高阶修士都这样了，那个遮天还不出手？难道他发现我了，已经早早逃走了？罢了，就算没有遮天，能得到一个先天道骨也不错。且慢，以我的合体巅峰修为，居然没有发现这人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边的。在下于贤，灵界狱主，此次前来主要为2事：一，先天道骨与界主有大用，请容我等带走洛青衣。放心，我等不会害了他的性命，我等是为了培养。2，你们的灵脉，我灵界上看不上。不过如果可以，请告诉那位遮天，灵界永远欢迎他到来。他能力不错，我可以引荐给界主，或许能成为界主的徒弟。我们没有想要伤害谁，灵界永远不会这么做。这叫没有伤害。不要误会，这只是为了让你们迅速认清现实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应付那真正要到来的危机，所以不得不效力至上。毕竟修士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，适当的展示力量，能免去很多麻烦。人家都杀上门，讲个屁的道理！去你的吧！
妈的，跟他拼了！何必呢？域主之威，尔等且看好了。蔽日大法，灵界居然允许你们修炼这个！呵呵，你们这些所谓正道修士，就喜欢将力量分个对错。力量就是力量，修为就是修为，哪有什么正邪？罢了，我一片好心，你们没一个理解，没工夫和你们继续耗下去。将洛青衣交出来，我等立马就离开。否则，哼，正好需要一个杀鸡儆猴的势力。这就是灵界修士的实力吗？我辈剑修，宁绝不弯。朝闻道，夕可死。今日我便践行自己的剑道，哪怕身死，也绝不退缩。什么？这太阳，2个太阳！我的天，这怎么可能？是遮天大帝出手了！这真的是修士能有的手段，双日凌空。这是遮天前辈在助我。前辈明明可以直接出手解决灵界修士，却用这种手段帮助我，这是想要锻炼我。看来遮天前辈也认可我的剑道。运转全身灵气与双阳之力，长虹贯日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是我啊，是啊，你们怎么奇奇怪怪的？遮天前辈，您终于愿意和我们说话了。等等，我能和洛青衣以外的人说话了。青衣他又突破了。前辈，青衣有一半魔族血统，您是知道的。就在刚才，他那一半的魔族血统不知为何爆发了。魔族是一个会互相吸引的族群，我们怀疑有和洛青衣血脉相近的人来到了中土，而且青衣已经快元婴了，他的魔族血脉已经彻底觉醒。若是不消除这股魔气，青衣可能走火入魔。如果有什么强敌，我还能直接出手干预。可这种是青衣自己体内的问题，关乎血脉和魔气，那该怎么办？或许只有找到那个血脉相近的人才有办法。毕竟魔族的事情我们了解的都不多。当年洛雨生下洛青衣的时候，我去专门调查过魔族的事情，像是这种人魔结合的事情，历史上也有过。他们的后代多被魔气侵蚀而死，所以世上难以找到人魔后人。不过我曾经得到了一些信息，也找到了办法，那就是阳雷。阳雷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雷霆，是合体修士渡劫成炼一修士的时候所遭遇的雷劫的最后一道劫雷。这时候我哪里去找一个正在渡劫的合体修士啊？那青衣还有多久时间？不足300年。300年对于快要突破元婴的修士来说，实在太短，称得上是短命了。前辈，让你失望了。没事，我不急。正好你最近天天修炼，也是时候出去走走，我也好看看这中土风光。自打洛青衣进入道玄宗以来，就天天埋头修炼，我整天也只能看到网仙城这一小块地方，确实有些视觉疲劳了。300年，这么久的时间，我就不信找不到杨雷，一定能帮青衣清除魔气。网仙城居然没了，道玄宗都被拦腰斩断了。双日凌空，何等手段！这根本不是修为高低的问题，简直就是不讲理了。那可是至阳之力的本源，平常修士就算是想要吸收一丝至阳之力，都要脱层皮，哪有直接创造一个太阳的说法？坐井观天，小看了天下修士。苍龙剑毁了，好在剑灵还在，只要剑灵丧存，苍蓬剑就还有重生的希望。唉，既然道玄宗已经被削断，网仙城也被毁了，我从傅谦那里买来一直没用的造景小山，岂不是有个地方用？里面的植被由于我一直在用心照顾，所以也没有衰败。傅谦的手艺精湛，即便过去了几个月，里面的一切都和买来的时候差不多。我考二柱，正好要过年了，也不能让你们惨兮兮的，送你们一座山吧，也好重建宗门。
傅谦，这小子好几个月没联系了。喂，哥，我想见见你。行，哪里？上次那里。哥，你不冷吗？忘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半步金丹修为，早就寒暑不侵了，自然感觉不到寒冷。你找我什么事情？上次的钱够吗？够了，哥，谢谢上次你的钱。过年好，我给你带了些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上次哥给的钱可真是救了我的急，家里人说什么也让我好好谢谢哥。我想了半夜，也不知道该送什么，干脆就把自己做的小作品送给哥，也算我的一点心意。金箍棒，随手制作，你喜欢就好。对了，兄弟，你们接受定制吗？啊，你想要什么类型？实不相瞒，我还有一个工作室，不过就是不怎么挣钱。我想要很细小的多把剑就行，一模一样也可以。剑，中式剑，然后无序的乱插在地上如何？打造一个万剑牧场如何？故事，就设定一场剑修大战，然后剑修战死。不对，换一个，直接点吧。一个强大剑修遗留下来的剑域，通过剑域试炼的人将得到道剑的认可而获得剑，这样如何？我简单的设计了一下这次造景的背景故事。哥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人才啊！就这个。行。不过最近过年，工作室的人都放假了，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做好。那如果我加钱呢？我去让他们加班。哥，你就等着吧。跑好快！自己当年可没这稀罕玩意儿，那时候能有个玩具车就不错了。等等。太阳能小车，赤阳之力转化的雷霆，太阳能发电。灵界狱主死在这里，灵界肯定会报复。若是遮天前辈能亲自出面就好了。是啊，只要前辈出面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觉得前辈还是不要出现的好。怎么办？苍无剑一点反应也没有。遮天前辈说他已经回家了，回来就给我们送新年礼物。是吗？那我们可以好好期待了。或许遮天前辈能送我们一些突破用的丹药也说不定呢。什么是新年？也不知道遮天前辈的家是什么样子啊。查清楚了。正道盟除了雷灵宗和天灵宗，其余6大门派正在集合所有弟子，他们要围攻道玄宗。什么？他们怎么敢？6大宗门想要趁着我道玄宗还没有恢复过来，将我们拿下。不对呀，我们不是联盟吗？他们为什么要对我们出手？联盟？屁个联盟！不过是以前魔族太强大，硬生生将中土大宗逼成了一个整体罢了。现在魔族都没了，他们自然各怀鬼胎，而且他们各家宗主都被柳阳给弄得半残，现在估计想着先下手为强，趁着道玄宗没恢复过来，直接解决我们，永绝后患。说不通啊，难道他们有办法对付遮天前辈？据我从他们那里打探到的消息来看，遮天大帝已经被灵界抓走了，而且已经带回了灵界审问。双日凌空的绝景，还有那毁天灭地的剑气，我感觉自己的道心都要破碎了。我们究竟是在和什么为敌？那根本不是修士能拥有的力量。红灵，狱主死了吗？主人他死了，我以半截剑身代价，终于在那虚空巨剑和小太阳的双重危难下逃了出来。现在状态奇差，不出意外，我们很快就要死了。道友，请留步。在下田蚕，不知阁下有没有兴趣入我截教？
什么结交？不急，我们慢慢聊。反正你现在也快死了，不是？经过太上长老柳阳叛犯和灵界入侵的事情后，我便决定独自成立截教。这件事我已经筹备了许久，洛青衣圣女那边也已经同意。呵呵，我可是邪修，这剑可是邪剑，你们也要？我截教主张有教无类，只要被我教认可，披毛戴角，师生卵化之辈都可入教。更何况你是个人呢？有教无类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们想要做什么？成立宗门，还是我们想要打劫灵界？什么？从来都是灵界搜罗天下宝物，欺压下界修士，还没有听说过有人敢打灵界的主意。这是我教圣经，你看了再回答吧。《封神演义》。可是我已经要死了。谁说你要死了？跟我来，这才10几天吧，这么快？陆仙，已经过去10几天了，遮天大帝居然真的没有出现过一次。难道6大宗门说的是真的？前辈真的被灵界抓走了？这些天，宗门要被6大宗门围攻的消息已经彻底传开了，似乎有人故意在暗中传播，搅乱人心。道玄宗的弟子几乎已经逃走了30%，好在逃走的都是一些外门弟子，核心弟子虽然心里慌张，但都沉得住气，没有动摇。圣女，雷灵宗和天灵宗副宗主求见。果然如此，请他们进来。见过诸位。雷灵宗封从，天灵宗何言。正道盟里面只有这2宗没有加入6大宗门的围攻，他们今日前来，不知有何目的。二位所来何事？6大宗门已经将网仙城彻底包围，我雷营宗和天灵宗无意参与此次争端。此次前来，我等是替6大宗门来和谈的。雷灵宗和天灵宗本就是正道盟中最弱的宗门，如今没了宗主，我们对道玄宗没有任何威胁。我们是主动过来的，说不定可以保住诸位的性命。诸位，若是开战，道玄宗兵力空虚，怕是要被血洗，不如议和吧，至少能保住性命。他们要什么？将道玄宗所有灵脉划给6大宗门，让出唐红、冰魄2剑，让所有弟子重新选择加入其他宗门。这哪里是议和？这分明是要彻底吞并道玄宗。若是答应，道玄宗就名存实亡了。将6大宗门联合起来的是一个隐士宗门，名为阴阳宗，似乎和灵界有联系。他们只有一个额外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让洛青衣嫁给阴阳宗的合欢老祖，让合欢老祖帮洛青衣静魔。放肆！合欢老祖是谁？一个阴沟里的老鼠，居然和灵界掺上了关系，想来是成了邪修。哼，真是天妒人才！灵界觊觎他的道骨，阴阳宗贪图他的魔族血脉，这孩子真是多灾多难。诸位，6大宗门集结了10万修士，道玄宗如今只有区1万剑修，数千修士，那2把仙器甚至没有剑灵，如何抵挡？而且遮天大帝已经被灵界收服，现在就在6大宗门里面。你们都知道遮天大帝的恐怖吧？只要他出手，连那2把巨剑也不会帮你。等会儿，你说遮天大帝也在6大宗门？是的，阴阳宗从灵界要来了遮天大帝，灵界囚禁了遮天大帝的神魂，现在遮天大帝只能听从灵界，否则神魂不保。你亲眼看见了？对，我们都看到了。那么，灵界的人是不是都成了邪修？这个，我见到了一些灵界修士，他们的气息是有些不同。灵界真的变了，现在看来，他们成了邪修的老窝。诸位，你们难道还打算战斗？这是送死！不可理喻！我给你带了礼物。
和谈失败了，宗主。是吗？看来还得强行来呀。何欢老祖，既然道玄宗不识好歹，现在可以动手了吗？不急，遮天大帝被灵界伤得太重，还要休养几天，我们3天后动手。不愧是遮天大帝，这等威压！这就是能让双日凌空的遮天大帝，无论看到几次，都让人心悸啊！啥玩意儿？我被灵界给捉去，还被囚禁了神魂，给灵界卖命！我就回家过个年，怎么一回来神魂就不见了，还成了灵界的走狗？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谣言？洛青衣语气恭敬，将之前道玄宗发生的一切，包括6大宗门的威胁、风从何言的劝和，还有关于他被灵界囚禁的谣言，一一告诉了何瑜。真是离谱，这些人想象力还挺丰富。你怎么会被囚禁在那里？那位前辈又联系上了啊！前辈，那我倒要看看我被囚禁的样子。啊！遮天子，我并非被灵界囚禁，也不是你们的敌人。6大门派还有3日就要围攻我们，我们要主动出击吗？我们本来打算死守山门，找机会将圣女送出去，保住道玄宗的火种。但现在遮天前辈还在我们这边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主动出击，或许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3天吗？不急，时间还很多。我家长辈给我太多糖了，也送你们一些。什么？大人当前了，还吃糖？你拉着我做甚？二长老，你忘了前辈的师傅是谁了吗？除了通天祖师还能是谁？指不准是仙丹。谢谢前辈。接着，快闪开！啊！好惊人的灵气，这是上好的补气丹啊！我可是合体大修，想要补充完消耗的法力，至少也得是6阶丹药才行。可眼前这一大块，不知道能分割出多少6阶丹药。更恐怖的是，吃下去就能立刻恢复法力，这可是连7阶丹药都做不到的。感谢遮天前辈，感谢兔师姐。截教真是一个好宗门啊！我一定要努力修炼，不辜负祖师的期望。还有，还有，薄糖，罗青弟子。平日里困惑我许久的见识，还有那些难以理解的功法，此刻居然豁然贯通。我的悟相像是被彻底提升了一般。啊！我的精神提升了，我的悟性提升了。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宝物能直接提升悟性，可眼前这颗普和糖，仅仅是闻了闻，就有如此奇效。
感谢通天祖师，感谢遮天前辈，感谢草师兄。我认不出来是什么，但想来应该也是截教的一位师兄炼制的。截教何其慷慨，遮天前辈何其大方，这样天下难寻的好宗门，在仙界居然还被人欺负了，绝对不能忍。等着，等我们将来飞升仙界，一定要光复截教，护截教周全。先把这宝物给收好，别让人给发现了。对，差点忘了这茬。这等绝世宝物，若是被6大宗门发现，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抢夺。青衣，你收着，等用的时候再取出来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是。啊，对了，青衣，这个也给你。洛青衣，乖乖交出先天道骨，归顺于我，我饶你全宗不死。青衣，快走，这里有我们。护住青衣。想要道骨，做梦！不知好歹。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不愧是先天道骨，老夫要定了。暗河魔功，锁脉夺骨。这就是先天道骨。青衣，不，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啊，青衣，青衣！我明明可以更强一点，我明明可以早点出手。我还没带你看我的新年，还没给你吃糖，还没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前辈，我只是想一直看着你。青衣。